我在大学食堂开了个5元自助餐，不限量，结果被一个新来的学生举报了，理由是他饭量大，总去加餐，感觉没面子，伤害了他的自尊心。我被校长约谈，要求人文关怀，必须整改。好啊，我反手把自助餐取消，换成13元一份的精致小碗菜。 一荤一素26。现在那个学生和全校同学都在怀念我的5元自助餐。正午12点，我的窗口前人声鼎沸，热气腾腾。黄哥，麻婆豆腐加一勺。黄哥，红烧肉还有吗？再来点儿。学生们举着不锈钢餐盘，脸上是毫无顾忌的被碳水和蛋白质填满的快乐。我的窗口招牌简单粗暴，红底黄字，林婉小厨，5元自助，管饱。菜品不算顶级，但胜在干净、量足，永远保持着6荤6素的热度。这是我回母校开窗口的第3年，当年我就是靠着助学金和食堂阿姨偶尔多给的一勺菜，才熬过了最拮据的大学4年。所以我回来开了这家5元自助，只为让那些和我当年一样窘迫的学弟学妹们能吃上一口体面的饱饭。人群中，一个身影显得格格不入。 还有，我认得他，江哲，大一新生，开学时开着一辆保时捷来报道，在学校论坛小火了一把的富二代。我没做声，利落的给他添了一大勺糖醋里脊。他看着周围学生投来的好奇目光，脸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涨红，眼神里全是被人围观的羞恼。他端着餐盘，几乎是落荒而逃。我没把这当回事，直到第2天，一通电话把我叫到了校长办公室。小林啊，坐。你看看这个。 标题加粗，关于3号食堂林婉小厨窗口缺乏人文关怀，伤害学生自尊心的举报。校长，这……小林啊，我知道你的初衷是好的，想让贫困生能吃饱饭，这一点学校是肯定的。但是大学不仅是教知识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育人。我们要考虑到所有同学的感受。 尤其是那些心理比较敏感的同学，人家里条件好，自尊心强，你让他一次次去加餐，跟别人挤在一起，他会怎么想？我盯着他那张一本正经的脸，一股怒火从胸口直冲天灵盖。校长，我的窗口写得很清楚，5元自助，吃多吃少，丰俭由人。他如果觉得没面子，完全可以去别的窗口，或者一次性多打一点。小林。 你还是没理解我的意思，这不是多打少打的问题，是模式问题。我们要引导学生建立健康、体面、有尊严的消费观。你这种不限量的模式，就是在鼓励贪便宜，不利于学生高雅品味的养成。高雅品味，我重复着这4个字，只觉得嘴里一阵发苦。我想到当年为了省2块钱饭钱，每天计算着菜价，只能盯着最便宜的素菜打的自己。高雅品味对一个饿着肚子的年轻人来说，是多么奢侈又讽刺的词。 总之，这件事情在学生里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有损我们学校的形象，你必须整改。如果不整改，你这个窗口的承包合同……校长说的对，是我考虑不周，格局小了，我一定深刻反省，马上整改，保证提升我们窗口的人文关怀水平。走廊里空无一人，我靠在冰冷的墙壁上，拿出手机，指尖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 喂，王队吗？明天来我窗口一趟，全部砸了，重新装。哎，林婉小厨怎么了？内部升级，暂停营业。昨天还好好的呀，我还没吃够他做的锅包肉呢。嗨，啊！ 注意安全！亮了！我去，这什么情况啊？ 碗里装着菜品，每一份都像是经过精心计算和摆盘的艺术品。红烧肉不多不少，正好3块。麻婆豆腐薄薄一层铺在碗底，上面点缀着2粒清脆的葱花。炒青菜，几根菜叶孤零零地躺着，仿佛在诉说着寂寞。无需加餐，用精致守护您脆弱的自尊。
荤菜13元拽粉，素菜8元坠粉，米饭每碗2元，每人限购1碗。23块钱！老板，你疯了？抢钱啊！这是？凭什么？这不是票啊，各位赏好吧呀！各位同学不要激动，我们窗口这次升级，主要是为了响应学校人文关怀的号召，进行的一次重要的消费升级。一人一份，无需加餐，用精致守护您脆弱的自尊。我靠，我明白了，原来前几天论坛上说有人举报林姐是真的。就因为某个傻 X 的自尊心，我们所有人都没5元自助吃了。人群外，一个瘦弱的身影站了很久，是陈月，那个总是等到快收餐时才来，每次都只打素菜的女孩。她的目光在价目表上停留了很久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会走上来问我些什么，但她没有。最后，她转身，默默地走向了旁边那个只卖馒头和稀饭的窗口。2块钱一个馒头，1碗清汤寡水的稀饭。看到她落寞的背影，我心头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刺了一下。这场反击似乎伤到了不该伤及的无辜，但当我抬起头，看到窗口玻璃上反射出的自己那张挂着假笑的脸和身后那行刺眼的宣传语时，那些不忍瞬间被更深的冰冷所覆盖。如果善良得不到尊重，那就让所有人都来尝尝精致和体面的代价。直到中午12点半，用餐高峰期快要过去的时候，今天的主角终于登场了。看见没？这才像样。我就说大学食堂也得讲点格调。就是，哲哥说的对，还是哲哥有追求，懂得维权。林婉，你这肉是金子做的吗？一份就3块，卖13，你抢钱啊！江同学，您误会了，我们这个定价完全是为了照顾您的自尊心啊。您想吃5份红烧肉，完全可以直接点，1份13，5份也就65。您想吃10份，130块。对于您来说，洒水啦，直接一次性买好，端到座位上，优雅的慢慢享用，再也不用感受排队的烦恼和旁人羡慕的目光了。这才是真正的有面子、有尊严啊！我操，原来就是他！那个举报5元自助的奇葩富二代，就因为你一个人觉得没面子，害得我们全校都没便宜饭吃了。你他妈有病吧！不是我，你们别胡说！江同学，您别激动，大家没有恶意的，只是羡慕您的好胃口和好家境。188元一位，包含我们今天所有的10款小碗菜各1份，外加1份特制甜品和进口果汁。江哲的社死比我预想的来得更快，也更猛烈。当天下午 C 大的校园论坛就彻底炸了。哎，就是他，你凭一己之力毁了我们干饭天堂的奇葩大一新生。江哲的身份被彻底曝光。我就说嘛，他怎么可能是那种人？他成了 C 大建校以来第一个在入学不到1个月就火速荣登全校公敌榜首的新生。江哲想不通，自己明明是维护权益，明明是追求格调，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于是他做了一个更愚蠢的决定，他在论坛上注册了一个小号，发帖煽动大家去校长信箱投诉我。他试图将自己从奇葩举报者的身份伪装成正义的吹哨人，把所有火力都引到我身上。一时间，投诉我恶意涨价的邮件雪花一样飞向了王校长的邮箱。于是，校长，这是我整理的一些资料。
校长您看，经消费升级，学生因反复加餐引发的恶劣现象已彻底杜绝。这就是你说的能让我们学校在1周内成为全国第1的办法。林婉，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啊！有了这个，何愁大事不成啊？校长，你看那些投诉信的事怎么办？这些都是噪音，是部分学生短视，不理解学校的长远规划。林姐，你于是，第2个小碗菜窗口出现了，然后是第3个、第4个，短短半个月，3食堂几乎所有窗口都跟风升级了，价格蹭蹭往上涨，分量却越来越袖珍。整个食堂的用餐成本从人均7、8块直接飙升到了20块起步，学生们彻底陷入了吃饭困境。我不饿，你吃吧。我不饿，你吃吧。一天下来，营业额不到100块，我不在乎，每天就坐在窗口后面，戴着耳机看电子书，为我的下一个餐饮计划做市场调研。这天下午我没课，去图书馆查阅一些关于连锁餐饮管理的资料。同学，你怎么了？让下我来。还好，只是低血糖加上营养不良导致的昏厥。啊？别动，别动，再躺一会儿。陈远，我看着陈月的样子无比揪心，从口袋里拿出了200塞在陈月手里。陈月看着我，眼里的泪水终于掉了下来。我没想到陈月在图书馆晕倒这件事会成为整个事件的转折点。他的室友那个为他打抱不平的女孩，当晚就在校园论坛上。最后，他附上了一张陈月躺在医院打点滴的照片。1个小时后，一个技术弟在论坛贴出了后台数据分析，指出当初煽动大家去校长信箱投诉我的那个小号 ，IP 地址与公开辱骂5元资助的江哲高度重合。这一次，毁了陈月的江哲生活，不再是简单的社死，而是全民公敌。有好事者甚至把他那封荒谬的举报信和我那句守护您脆弱的自尊的宣传语打印出来，贴满了校园的每一个公告栏，公开处刑。我从陈月口中得知这一切的时候，正在我的小窗口里教他怎么使用新的收银系统。安心在我这儿干，别想太多，天塌下来有我顶着。江哲的精神在成为全民公敌1周后彻底垮了。你最近有没有看那个新出的电影啊？我看了吗？这么厉害？没有呢。我错了，林姐，我不该举报你，我不该那么自私，我就是个混蛋。求求你，求求你把5元教养赶回来吧，我给全校同学道歉。现在知道错了，晚了。但是大学不仅是教知识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育人。我们要考虑到所有同学的感受。同学文明就餐。对了，还有这个，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次又一次暴露自己的饭量，无异于一种公开处刑，极大的伤害了学生的个人隐私与自尊心。林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还有，江同学，你搞错了一件事，我的窗口整改不是因为你的举报，而是因为学校的决定，我只是一个执行者。你看，现在的林氏小碗菜模式，王校长很满意，亲自批示为优秀，是全校宣传的典型案例。我怎么能为了你一个人的后悔，就随随便便改回去呢？那不是打校长的脸吗？我只是个小小的承包商，可不敢。
C 大作为一所国内知名的985高校，向来爱惜羽毛。现在学校的官方招生宣传帖下面评论区完全沦陷，欢迎报考 C 大，这里有26元一份的小碗菜，能有效帮助您控制体重、体验饥饿、戒断饭瘾。而下面跟着几千条哈哈哈的队形。更要命的是，本地一个颇有名气的美食探店博主，不知从哪儿听说了这个盛况，特意来学校探店。探秘985高校天价食堂，这究竟是人文关怀还是新型割菜？你们这学校钻进钱眼里了啊！食堂菜竟敢卖出天价，不管学生死活了吗？息怒，我们马上整改。小林啊，最近辛苦了，你的想法非常不错。但是呢，我们做任何工作也要考虑实际情况嘛。学生们的消费能力毕竟有限，最近学校也听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所以你看，我们是不是可以灵活调整一下，把价格稍微降一降，或者恢复一部分以前的模式？校长，这可不行啊！这个小碗菜模式可是您亲自肯定、亲笔批示的优秀整改案例啊，文件都还在我这儿呢。为了响应您的号召，我投入了这么多钱重新装修，采购新设备，定制新餐具，还请人做了品牌设计。现在说改回去，我的这些损失，谁来承担呢？校长，学校的面子要紧，我一个承包商的损失是小事，可万一传出去说我们 C 大的决策这么随意，对学校的声誉影响也不好吧？校长，您看，这是整改后的所有费用。除非学校愿意全额补偿我这次响应号召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否则我只能含泪继续经营我的天价小碗菜。毕竟我是个商人，亏本的买卖不能做。我将所有材料整理好，包括第一次被约谈时与王校长的完整对话录音，以及食堂涨价前后学生们的伙食对比图。小月，这些东西你看着办吧。林哥，我明白，就用你给的证据。这单是985高校天价小碗菜爆红。食堂事件已升级为重大舆情风险。事件在网上发酵的第二天上午，王校长就带着教务处、后勤处等一众校领导，组成了一个视察团，浩浩荡荡的来到了3食堂。林晚心系学生勇于创新，工作成效非常突出。学校经过深刻反思，认为在追求消费升级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实际需求和消费能力。我郑重宣布，学校将全力支持林晚老板的工作，鼓励他为同学们提供更物美价廉的餐饮服务。表演结束后，他把我请到一旁，平退了左右。那一刻，他脸上所有的伪装都卸下了。林老板，林哥，算我求你了，高抬贵手，放学校一马吧。这件事再闹下去，我的位子不保，对学校的声誉也是毁灭性的打击。咱们不看僧面看佛面，你也是从 C 大走出去的，总不希望母校蒙羞吧？我一个做小生意的，哪有那么大能力？我只想知道我的损失怎么办。不，
全都补。你那份清单学校全认了。不仅如此，窗口赋资权也一并给你。可以，但我有3个条件。第一，学校必须在官方网站和官方微博以首页置顶的形式发布公告，就此次食堂涨价风波向全校师生公开道歉，承认校方在决策中存在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失误。第二，举报者江哲必须在下周1的全校忏悔上面向全体师生公开凶读检讨书，向所有被他影响到正常生活的同学道歉。第三，5元自助可以恢复，但是校长，物价在涨，人工在涨，当然，我的精神也受到了不小的伤害。15元一位，不限量，这是我的底线。涨价是必然的，我不是在开慈善堂，我是在做生意。5元是我的情怀，15元是我的规则。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善良是有成本的，情怀是不能被肆意践踏的。好，都依你。尊敬的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我是信息工程学院大一新生江哲。我承认是我太无知和傲慢，我向陈月同学道歉，向所有因为食堂涨价而生活受到影响的同学道歉，向被我拖下水的林婉老板道歉，向被我抹黑的学校道歉。再见，同学们走，吃好喝好。婉哥的手艺绝了。那天以后，江哲再也没有在学校里出现过。听说他办理了休学手续后，被他父亲送去了国外。林哥，我已经规划好了，毕业以后不想去找工作了，我想跟您一起创业，把林婉小厨开到全国的大学里去。好，我用赚来的钱，联合学校的学生会设立了一个小小的助学金，没有取什么高大上的名字，就叫干饭人基金，专门资助那些家庭困难但饭量特别大的学生，让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实现干饭自由。学长，26元小碗菜和自尊心的传说能说说吗？那你听我慢慢道来。记住，在 C 大，你可以挂科，可以逃课，但千万别惹林婉哥，他的人文关怀你承受不起。